蓝曦臣也道：虽然说是温朝有错，不过真不知道是什么大错能让魏无羡这么打，而温朝后面连报案都不敢，忍气吞声。若说是伤了魏婴，那也不至于此吧。蓝湛想了想，如果是杀人未遂，江家又有足够的证据，那他确实不敢。说完，蓝湛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。可两个人都知道，温朝和魏无羡也算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，虽然温朝性格恶劣，但也不会失智到要杀人的地步，除非是做了件蠢事，差点把人害死，可他怎么能害得到魏无羡？他的脑子和魏无羡的脑子比，简直就是杏仁与核桃。但蓝湛和蓝曦臣一时半会儿都没有去监狱的打算，去了可能没用，不知道那人说的是真是假。蓝曦臣拍了拍弟弟的肩膀，知道你关心他，但现在的重点应该是你们的未来，你人还没追到手呢。蓝湛点点头，他知道，不过怎么都感觉自己便宜了温朝。虽然这边是这么想，魏婴也出了一口恶气，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在监狱里的人还不老实。3308，有人来看你了。随着狱警的一声叫喊，房间的门被打开，温朝穿着囚服落魄地走到窗口前，面前的女子浓妆艳抹，看得他凭空生出几分恶心。可一想到这人曾经在自己身下的滋味，又舔舔嘴唇，在监狱过的真是清汤寡水的。他强打起精神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爸没给够你钱花。王凌娇扯开脸笑笑，我们是夫妻，提前多伤感情，我来是想和你说一件事。我去查了查，这次那个律师案子虽然是蓝湛打的，但是复检法医是魏婴，他说是不报复你了，可还是藏在后头耍阴招呢。你，温朝一听就想砸东西，但他已经不是那个少爷了，他骂道：那个姓魏的，手脚怎么这么不干净？果然是没爹娘的没教养，你回去和我哥说说，让他来见我，我想他。说完这个，王凌娇又嗲了几句，让狱警拿了从外带来的吃食，才转身回去。迈出监狱大门，王凌娇一声冷哼，她也是算计，该死的温煦，明明知道温朝犯了这么大的事，还让自己嫁给他，搞得自己前脚嫁人后脚丈夫坐牢，还和温家捆在一起。至于魏无羡，那更是合不来。上高中的时候他就看不惯了，管什么别人的闲事，正好狗咬狗。你出车祸出的蹊跷，我特意拜托了交通署的同事帮你查了一下，有人要做你，你最近小心点。温情说着，把一份报告从包里拿了出来，递到魏婴面前。魏婴伸手接过，看了一眼，又递回去，谢了，做得真干净。就这一点轮胎爆炸不一样，还有一点微量物质根本立不了案，而且要不是你还留个心眼帮我检测，我可能就注意不到了。温情拿起一边的苹果核刀，一边切一边说道：上次帮你出庭作证搞温朝之后，我就一直担心着，接到通知的时候三魂都去了七魄，差点以为我要帮你小子做尸检，医院也是直接打我们办公室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怕电话响了。魏婴头疼的扶额，想着自己这因为前轮胎突然爆炸而打滑，最后直接撞到路边护栏上受的一身伤，怎么和儿子解释？之后的日子又怎么过？难道又要麻烦江城那条单身狗来照顾自己了？总不能麻烦阿姐吧，她也是有家的人了。而且她是好不容易才从江家搬出来住的，想着总得习惯这样的日子，以后江城也要成家，这样一搞，搞不好江叔叔又放心不下他一个带着孩子独自住在外面，又让他回去。主要是发生这样的事，儿子回去就回去了，可他不想，他还想和蓝湛住隔壁，多看看自己女儿，而且他刚刚做好两人重新开始的决定，弄啥呢？生活总是喜欢在不经意之间给你一个后空翻，让你摔得四脚朝地。他看了温情一眼，温情翻了个白眼，这人老想着独立，可他这样怎么独立？他本家和苍蝇一样，惹不得，惹了真的是沾得你满身腥。好在他早出来了，我都帮你到这了，仁至义尽，你不能偷偷瞒下来，起码得和江家说说，如果他们真的要做你，住在这医院也不安全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拜托你今天先帮我接下魏琛。江城说话没个度，我怕他吓着魏琛。魏婴说着，至于江城，我待会儿就通知，我现在头疼。温情这才放下心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好了，我该走了，接到电话我可是直接翘班就来了，
那里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伤情鉴定等我。你小子也是命大，这都只是压折了一条腿，等江城来了直接帮你转院。他们刚刚得手，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又下一次。急诊室值班是我弟弟温宁，我帮你打好招呼了，他会好好看着你。魏莹点点头，温情帮他做的确实不少。温情说着就要转身出门，可才抬腿走一两步，又退了回来，坐在床沿上。我敦促你一下，你既然有心仪的对象，对方又是个条件差不多的单亲爸爸，赶紧把事成了，又独立了，又有依靠了。而且这次出车祸正好，让他过来照顾，照顾人最容易见人心了。魏莹揉揉眉心，也最容易收买人心了，还是不了，一不小心又陷进去。那他在我们楼下等你下班怎么办？说你出3个月的差。温情说着，露出笑容。不过魏婴还是没有立即告诉蓝湛，直到2天后蓝湛接女儿回家的时候，遇到江城站在门口指挥人收拾和搬东西，他才发现他已经有几日未见到魏婴了。接女儿的时候，女儿说魏琛去了舅舅家，去隔壁敲门也没人应，还以为那人去外地出差，没想到竟然是出事了。江城的面色不冷不热，保持着一贯的高傲，从江家带了2个佣人来，一个拿换洗衣服，一个收拾屋子，给家具罩上防尘罩，似乎是准备很久都不过来。蓝湛忙走过去问江先生，魏婴这是怎么了？江城瞥了蓝湛一眼，本来准备糊弄一下，但看了一眼跟过来的蓝璇，那家伙一定想女儿去看他，他呀，出了个小车祸，骨折了，我们不放心他，住着没人照顾他，就干脆让他回江家住，估计有几个月。说着一顿，递过去一张名片，这几天还住在云梦医院，蓝二公子想去就去看看他。旁边的小姑娘踮起脚尖，看了一眼名片，主动开口，爸爸，我也要去。江城忍不住露出一点笑容，也给了小女孩一张名片，亲生的不愧是亲生的。江城对两父女的速度真的表示惊诧，傍晚才和2人说过魏婴的近况，晚上就见到了面。那时候他刚刚给魏无羡收拾完东西搬家，在江家吃过饭，提着食盒和江燕离一起去医院看魏无羡的时候就遇上了，一开门就见到了屋里的4个人，早就在病房的魏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蓝家妇女。果然，虽然这人自己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可蓝家妇女来了他还是很开心，轻易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江城看了一眼姐姐，速度真快，看来我们不必在里面了，我给他递个饭盒就回去，姐姐你去值班吧。江燕离点点头，看魏婴高兴他也高兴。2个人错过了这么久，能重新在一起对魏婴来说是最好的事情。于是他没跟着进去，转身去了妇产科值班。江城把饭盒送了，和蓝湛打了个照顾，转身出门，这样正好，他公司还有一堆事情，正好回去看文件。